我是侯府里的家生子，从我懂事起，就在大少爷院里伺候起居了。府里默认的规矩，我们这种自小放在少爷身边的，就是备着的通房丫鬟。莲华，你听说了吗？夫人预备给少爷选通房丫鬟了。听说了。莲华，你就没想过以后吗？以后不就是好好伺候少爷吗？伺候？怎么伺候？生个孩子，孩子还是主子，自己一辈子是个半奴半主的妾。这样有什么不好？锦衣玉食，穿金戴银，生了孩子就是府里的少爷小姐，不用再为奴为婢，不用再走我们的老路，这样不好吗？一点也不好，我才不要和人争抢一个男人，我要出去，哪怕嫁个庄稼汉吃糠咽菜，我也是正头夫妻，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我的孩子叫我娘，那才是自由自在的日子。自由？你又从哪里听来的这些怪词？咱们的命是府里给的，本分就是伺候主子。你真是榆木脑袋，人活着就不能有点自己的念想吗？念想多了，苦的是自己。我觉得现在挺好。少爷大了，房里该放人了。你们俩都是夫人精心挑出来的，懂规矩，知根底。谁先来伺候少爷，夫人心里自有计较，都警醒着点儿。莲华，你帮帮我，我不想去，我不想。这是主子恩典，由得我们想不想？你去，你一向安分，你觉得这样好，你去跟夫人说，我笨手笨脚，不如你伺候的周到，这样说不定以后你就是姨太太了，好不好？我心里是愿意的，伺候少爷本就是我该做的，但这事儿嬷嬷说了算。莲华，奴婢在。今晚你去少爷房里上夜，机灵点儿。是。这条路我走通了。你吃过了没？回少爷，奴婢吃过了。等少夫人进门安顿好了，就正式给你名分。你先搬到听兰院去住着，那里清静，离主院也近。谢少爷恩典，恭喜你了，莲华，总算如你的意了。你也快了，嬷嬷不是正在给你说人家？嬷嬷说她家小儿子到了年纪，看着我是个妥帖的。那不是挺好？嬷嬷是夫人身边的老人，你嫁过去就是正经的媳妇，不用为奴为婢了。你不是就想做正头娘子吗？是啊，她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不是吗？从今晚起，少爷娶亲了，很多东西都会不一样了。奴婢莲华给少夫人请安。起来吧，早就听过你了，以后安心伺候少爷，谨守本分就好。是。拿来。这套头面赏你了，往后都是一家人，不必拘束。谢少夫人赏。下去吧。少夫人看起来确实是个大方宽和的人，我心里那点不安总算可以放下了。恭喜姨娘，月事迟了这半月，老奴瞧着是喜脉。当真？千真万确。安分守己，有了少爷的骨肉，后半生也就有了依靠，得赶紧想个法子告诉少爷。姨娘，主院那边传出大喜讯，少夫人也诊出喜脉了，夫人高兴的赏了全府上下3个月月钱呢。少爷，妾身正有件事想跟您说，妾身也请婆子看过了，说是有了身孕。好，双喜临门，这是好事。你好好养着，需要什么直接跟少夫人说，或者来回我。看起来是高兴的，但我能感觉到这高兴和听到少夫人有孕时的那种喜悦是不一样的。不过这也没什么，本就是该这样的。莲姨娘，少夫人让奴婢送些补品来，少夫人说了，妹妹有了身子是大喜事，好好将养，为少爷开枝散叶是大功一件。替我多谢少夫人。少媳妇儿想着是不是该给少爷纳一房良妾，
总不能委屈了少爷。不必了，母亲、夫人，现在府里2个有孕的，已是忙乱，何必再添人？儿子暂时无心于此。也罢，就依你。招儿媳妇，你贤惠大度，我是知道的。恭喜老爷，恭喜夫人和少爷，少夫人生了个健壮的小少爷。好，这是我们鄱阳公府的嫡孙。赏，全府都赏。这孩子我亲自取名，叫明哥。姨娘，主院生了，折腾了1天1夜，生下了一个健壮的男孩，现在整个公府都沸腾了。是个姐儿，挺俊俏的。女儿也好，安稳。好好休息。那是为主院的明安爷庆贺的鞭炮声，这就是命，我早就知道。都说少夫人命好，一举得男，地位更稳了。少爷天天守着，宝贝的跟什么似的。你还记得碧华吗？记得，她不是嫁了嬷嬷的小儿子吗？怎么样了？她呀，没了，都快1年了。没了？什么意思？难产死的。听说孩子太大，生不下来，折腾了2天2夜，一尸2命，惨着呢。怎么会？哎，也是命。她嫁过去日子好像也不太好过。她那男人不是个东西，听说喝醉了还打她。她婆婆又是那个性子，可怜她心气那么高，一心想出去过好日子。结果，那她男人呢？还能怎样？死了老婆，日子不过了。前几个月又续娶了，还是咱们府里针线房的丫鬟秋花。你看这男人啊，没了谁不一样过，苦的就是女人罢了。那个整天说着自由平等，不想做妾，只想做正头娘子的碧华，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了。而我，这个他曾经怜悯的选择安于现状做妾的人，却还好端端的活着，有了女儿，衣食无忧。碧华没错，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模样周正，好生养着。谢夫人。世男怎么样？晚上闹不闹人？回少夫人，元姐儿乖巧，很少哭闹。少爷，可是前头有什么事？朝堂上波诡云诡，说了你也不懂。妾是不懂朝堂大事，但妾知道少爷定能处理好的。少爷累了，歇歇吧。莲华，你总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夫人最近身体有些不爽利，家里的事你多留心些。元姐儿这边让奶娘和丫鬟多费心，你有空去母亲那边和夫人那边多走动走动，陪他们说说话也好。少夫人身体不爽利，我白日去请安时并没看出什么，难道这府里压抑的风波竟和后院有关？是，妾明白了，会常去给夫人和少奶奶请安解愤的。舅老爷那边急需一笔很大的银子。莲姨娘近日倒是常来，可是庭兰院太冷清了。少夫人说笑了，是元姐儿还小，妾愚笨，怕照顾不周，想来多听听夫人和您的教诲，学着如何理事带孩子。你不是听说了吗？前头老爷的事儿好像和柳家舅老爷扯上关系了。真的假的？那不是牵连到少夫人了？嘘，小声点儿，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少爷最近压力很大，那边逼得紧，这要是咱们府会不会……原来是这样，老爷的麻烦可能和少夫人的娘家有关。少爷让我多走动，是不是也存了让我留意柳家动静的心思？他不好直接查问自己的正妻，所以让我这个不起眼的姨娘去。我该怎么办？装作不知道，还是如果府里真的倒了，我们母女是什么下场？覆巢之下无完卵。今日去母亲和夫人那儿，可听到什么趣事没有？奶娘，把元姐姐抱下去。少爷，妾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妾今日去少夫人那里，偶尔听到少夫人和嬷嬷提及，舅老爷似乎急需一笔很大的银子，妾愚不懂具体，
只是觉得少夫人似乎有些忧心忡忡。还有，昨日在花园听到2个小丫头嘀咕，说前头老爷的事可能和柳家舅老爷有关，妾多嘴妄言，请少爷责罚。果然如此。莲华，你立了大功，这件事烂在肚子里，对谁都不要再提起，包括母亲那边，明白吗？妾明白。昭儿媳妇她，娘家做出这等事，她心里也苦，又怕牵连府里。之前怕是瞒着昭儿偷偷补借了不少，才弄得如此被动。好在如今水落石出，你雅老爷的麻烦也快解决了。你放心，你的好我和昭儿都记着，妾只是尽了本分。去吧，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不懂什么自由平等，我只知道在这深宅大院里，要想活下去，活得好一点，就得看清自己的位置，守住自己的本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转眼孩子都这么大了，昭儿媳妇身子调养的也差不多了，府里子嗣还是单薄些。我琢磨着，还是该再给昭儿纳一房妾室，开枝泛叶才好。夫人考虑的是，你是个懂事的，放心，就算新人进门，你伺候昭儿早，又生了元姐儿，地位总是不同的。妾明白，一切但凭夫人和少爷做主。夫人，少夫人来了。母亲，前儿我母亲来信，说我一个远房表妹，家里是清流读书人，性子顺，知书达理，年纪也合适。您看。哦，亲家夫人有心了。不过纳妾的事儿也不急在一时，总要看昭哥自己的意思，免得以后家宅不宁。母亲说的是媳妇考虑不周了，而夫人显然已经对柳家的人充满了警惕。罢了，时辰不早了，你们都退下吧。是。莲姨娘近日倒是常得母亲欢心，是夫人慈爱，不嫌弃妾愚笨。碧华的事我听说了，真是可惜了。是她没福气。是啊，一心想做正头娘子，结果却……所以有时候人争不过命，安守本分才是福气。少夫人教训的是，妾没有碧华的勇气，一直守着自己的本分过日子。那就好。碧华，你听到了吗？少夫人觉得你没福气，可你争过拼过，心里是亮堂的。说不上谁更有福，不过是个人有个人的路罢了。这日子活着的人总得好好过下去。柳家那边还不死心，总想再塞人进来。上次捅出那么大的瘤子，差点带累全家，如今还好意思开口。夫人息怒，少夫人也是想着娘家，如今舅爷倒了，柳家势弱，她自然想多个臂膀。臂膀，怕是来个绞家精。我看莲华就很好，安分，也知道轻重。上次若不是他，夫人，妾身来给您送新绣的抹额了。这绣工看着就让人舒心。夫人不嫌弃妾粗笨就好。母亲前几日似乎提过纳妾的事。是，夫人是提过一句，说府里子嗣单薄。你怎么想？一切全凭少爷做主。无论哪位妹妹进来，妾都会恪守本分，和睦相处。母亲似乎属意你多帮助我。夫人慈爱，偶尔让妾在旁边学着行，是妾的福气。妾愚笨，只怕学不好，辜负了夫人期望。莲姨娘，这是这个月厨房和各院的采买花销，请您过目。少夫人病着，如今只能辛苦您了。这买燕窝的钱比往常足足多了30%。姨娘，奴婢问过了，厨房那边说燕窝的用量和往常一样，并未增加。知道了，你退下吧。管事贪墨，这笔账不能在我手里压着。近日天热，少夫人病着，胃口不好，燕窝用的费了些，这采买上的支出也就跟着多了点儿。知道了，你做事仔细，先回去吧。妾告退。管事嬷嬷那么周长，好管大。有些人啊，总不明白，在这府里，忠心比什么都重要。夫人说的是，政敌突然上书弹劾，翻出了几年前一桩旧案，再次牵扯到了柳家舅老爷当年贪墨的事儿。走这里暗指咱鄱阳公府也从中得了好处，纵容包庇。
父亲息怒，如今您被勒令回府思过，儿子的差事也停了，只能配合查案。当初就不该信你家就是个无底洞，如今被人拿住了把柄，现在做这些还有什么用？你快想想办法！莲华，若是府里这次过不去了，你有什么打算？少爷，这是什么话？妾和元姐儿生死都是府里的人，真有那一天，妾跟着少爷和夫人绝无二心。起来吧，我只是随口一说。少夫人那边，你近日多留一些。她母亲前日偷偷来过一趟，我总觉得不太安心。少爷是担心……防人之心不可无，如今府里艰难，难保有人不会为了自保做出些什么。妾明白了，妾会留心的。刘氏，你好得很！鄱阳公府还没倒呢，你就急着给你娘家传递消息，想撇清关系。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啊？是不是要把府里最后一点底细都掏给你的好母亲？暗示若事情不妙，指望你娘家看在你提前通风报信的份上，保全你和嫡子。我李家哪里对不起你？你要做出这等吃里扒外的事，你真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啊！来人，将少夫人禁足，她身边所有陪嫁来的人全部关起来，严加拷问，把这刁奴重打40大板，直接发卖。母亲气恼交加病倒了，府里如今艰难，一切开支用度能省则省。下人若有偷奸耍滑、妄议主子的，直接撵出去，不必了。这不是荣耀，是责任，也可能是烫手的山芋。少爷放心，皇上的旨意下来了，父亲管教不廉，纵容姻亲，罚俸1年，留任寡察，我官复原职。恭喜少爷，府里总算有惊无险。莲姨娘，如今你称心如意了。少夫人说笑了，妾从未想过要称什么心，如什么意。妾只是活着，若不是妾偶然发现那封信，可能已经送到了柳夫人手上。少夫人，您当时可曾想过，那封信若被查获，会坐实老爷和少爷的罪名？您可曾想过，整个鄱阳公府上下几百口人会是什么下场？您可曾想过，您的儿子即使被柳家保全，顶着罪臣之后的身份，将来又该如何自处？妾只是个姨娘，不懂什么大道理。妾只知道，既然嫁进了李家，生死荣辱就都和李家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背后插刀的事儿做了，晚上真的能睡得安稳吗？莲姨娘安好，大少爷好。好孩子，你是个心里有数的。这次多亏了你机警。娘，为什么别人都有弟弟妹妹，我没有？有元姐儿一个，娘就知足了。姨娘，你看我写的好不好？好，写的真好。父亲当年那件事虽已过去，终究是个隐患。今日朝会上又有人旧事重提，虽未直接指向我家，但敲山震虎之意甚是明显。公爷的意思是，树大招风，如今府里看着花团锦，但根基更紧严内摘，并不能如万点差错在漏人一柄。妾明白，定会更加严格约束下人，各处用度也会再三核查。元姐儿近来如何？回公爷，姐儿很懂事，女先生常夸她聪慧。她是府里的大小姐，规矩礼数上不能有丝毫怠慢。将来她的亲事，也是府里的脸面。公爷放心，妾一定好好教导元姐儿，让她知书达理，绝不辱没门风。姨娘，姨娘，为什么我要学这么多？哥哥都不用学这些。因为你是女孩，将来是要嫁人的，学好了这些，到了婆家才不会被人看轻，才能站稳脚跟，过得舒心些。宫里突然传出要选秀的消息，范围限定在王公虚贵3品以上大员之家的嫡女，此事关乎家族荣耀，初选的名单必须慎重打点。媳明白，幸好元姐儿是庶出，年纪也还差一点，不必去经历那步步惊心的历程。老太君，公爷，出变故了。一位颇有权势的郡王家适龄的嫡女突发疾病无法参选，空出一个名额，与我府何干？说府上虽无适龄嫡女，但听闻有一位庶出小姐，品貌出众，年纪虽稍小些，但也勉强够格。这怎么行？元姐儿是庶出，送去参选，岂不是让人笑话我们鄱阳公府无人？再说选秀规矩森严，庶女参选本就名不正言不顺。话虽如此，但这必究是个机会。若是元姐儿能有造化，于她自身都是极大的荣耀和助力。母亲，
公豪，且恳求公豪和老太君，万万不能让袁姐儿去参选。你一个妾室，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她就快13了，妾正在为她小看人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但求个安稳顺遂。宫里那地方，袁姐儿她应付不来的。你先起来。莲华说的也有道理，那地方是好，但也是刀山火海。袁姐儿毕竟年纪小，又是庶出，根基太浅，去了只怕福祸难料。罢了，我这就向上头回话，就说小女庶出，年纪尚幼，资质愚钝，恐辱没天家，把这事婉拒了吧。多谢公爷，多谢老太君。是新科进士，姓赵，寒门出身，但颇有才学，得了翰林院的差事，前途可观。最重要的是，他家中人口简单，父母早已亡羽，只有一个姐姐早已出嫁。这样的人家，袁姐儿嫁过去就能当家做主，没有婆母搓磨。门第虽不如公府显赫，但清静安稳。公爷，就在双方即将正式议亲的前夕，突然有流言在京城的一些官宦圈子里传开，说咱们府的这位婢女出身的姨娘，且当年颇有些来历不明的传闻，又说这位小姐被娇惯得厉害，性情骄纵。赵进士那边立刻犹豫了，托人来回话，说高攀不起，此事作罢。混账！查，给我彻查，是谁在背后嚼舌根，坏我李府小姐的清誉？我心里冰凉一片，几乎不用查，我也能猜到是谁。柳氏，他终究是见不得我的女儿好，终究是受了影响，此事急不得了，且等风头过去再说吧。我小心翼翼经营多年，以为至少能护得女儿周全，给她谋个安稳未来，却没想到在这深宅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过3、5日，京中权贵圈里便传得沸沸扬扬，说辞也从最初的骄纵任性演变成了更难堪的品行不端和私德瑕疵。终于赵家坐不住了，他们没有私下递话，而是派了一管事带着2名仆从，大张旗鼓地来到了鄱阳公府。德行有亏4个字，如4根注了毒的钢针，狠狠扎进在场每一个李家人的心里。我看见公爷李昭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我鄱阳公子女，岂容尔等无端污蔑！来人，给我把这不知死活的东西插出去！赵家管事显然没料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祸，吓得屁滚尿流的被拖了出去。但那句话却像一根毒刺，留在了府里所有人的心上。你是不是知道是谁干的？除了他，还能有谁？公爷，赵家的亲事刚定下，流言就四起，时机掐得刚刚好，就是要让袁姐在最风光的时候摔下来，摔得最惨。府里下人嘴碎，可传不到赵家耳朵里，这背后必然有人刻意为之，而且熟悉京中权贵门路。莲华，没有证据，我们没有铁证。她是柳明威，是明哥的生母，是名义上鄱阳公府的当家主母。在没有铁如山的情况下，我动她只会让府里再生丑闻，让明哥难堪。我会去敲打他，我会让他知道凡事不可做绝，他不敢再有下次。知道了，公爷，袁姐儿的公道只能我自己来讨。莲妹妹，我听说了袁姐儿的事，真是心疼死我了。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就遭了这种罪呢？外头那些人真是嘴碎，好端端的一门亲事，就这么给搅黄。谢夫人挂心，妹妹可要看好袁姐儿。小姑娘家脸皮薄，受了这种委屈，可别想不开啊！出事了！公爷，朝堂上，御史台的言官近日当朝弹劾我，说我鄱阳公府家风不正，治家不严，为了一桩女儿家的婚事闹得满城得风雨，影响了朝廷体面。是赵家，他们退婚不成，自觉受辱，竟转头投靠了肃亲王。今日在朝堂上发难的御史，就是肃亲王的人。莲华，你可知错？妾有负老太君和公爷重托，未能管束好后宅，致使家丑外扬，连累了公爷，妾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你可知，因为这点家丑，公爷在朝堂上要受多少轻宰？鄱阳公府100年的清誉，要担上怎样的污名？莲华，你如今掌着家，就该知道。内宅安宁才是对公爷最大的助力，这回的事你必须尽快平息。袁姐儿，起来用点东西吧。人是铁，饭是钢，总不能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娘知道你心里委屈，是娘没本事，护不住你。赵家那样的人家，咱们不要也罢，京青年才俊多的是。更好的，娘还会有更好的吗？如今满京城的人都知道，鄱阳公府有个德行有亏的庶女被人家退了婚，
谁还会要我？谁还敢要我？流言蜚语，过些时日就散了。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像明哥儿也是堂堂正正的嫡子？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一切？我懂了。我全都懂了，你争了一辈子，守了一辈子，可结果呢？结果就是你的女儿要被人指着鼻子羞辱。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像碧华姨那样，我宁愿像碧华姨那样嫁个普通人。小姐不见了，晚饭时奴婢去请小姐，就发现房里没人了，窗户开着，景阳长的手的首饰也不见了。你说什么？把话说清楚！奴婢们找遍了整个庭兰院，都没见着人影。封锁消息，此事不许惊动老太君和公爷，更不能让正院那边知道。你们两个是我的心腹，若是走漏半点风声，我要你们全家的命。是，奴婢们明白。你立刻带人悄悄的去各处角门后门守着，不许放任何人出去。但凡有变动，立刻来报。你发动我们院里所有信得过的人，从花园假山到库房后院，一寸一寸的给我找。袁姐儿虽娇惯，却胆小，绝没有孤身一人闯荡的勇气。她拿走首饰，更像是小孩子负气留退路。她不会走远，一定还在府里。傻孩子，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你要吓死娘吗？娘，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我只是想来看看碧华姨走过的路，我好怕。不怕了，有娘在。是娘不好，是娘没有顾及你的感受。我们回家啊，我们回家。柳氏、赵家，你们不仅要毁我女儿的名节，还要逼死她。这世上没人能真正护住我的女儿，除了我自己。既然退让换不来安宁，那便只能让他们知道，我莲华的东西不是谁都能动的。去，把我们安插在柳家旧土里的人叫来见我。你终于肯用小的了。抬起头来。我养你多年，不是让你在柳家吃闲饭的。这里面的银子够你调动所有能用的人手。我要你查2件事，不是2家人。第一，柳夫人那边，特别是她那个奶娘的所有亲族，给我往死里查。我要知道这次的流言究竟是哪张嘴传出来的。第二，也是最重要的，那个跟我们议亲的赵家，从那位赵公子到他爹，事无巨细，他喜欢去哪家酒楼，私下里和谁往来，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给我查个底朝天。您家放心，小的就是把他们祖坟刨了，也给您查出东西来。我不要过程，只要结果。记住，不惜任何代价。办好了，你一家老小这辈子衣食无忧；办砸了，你该知道我的手段。姨娘，查到了，当初散播流言的确实是柳夫人通过她奶娘的一个远房亲戚做的。我们已经拿住了那个人，也撬开了他的嘴，人证物证俱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顺藤摸瓜去查赵家，没想到他们家自己屁股底下就不干净，让我们查到了一桩能让他满门抄斩的惊天丑闻。所有查到的事情，小的都记在了这里。原来赵公子是个伪君子，与表妹早有私情，珠胎暗结。赵家急着寻险贺婚事，遮掩丑事，又在议亲中搭上了与公爷在朝堂素来不沫的死对头肃亲王。为了向肃亲王交投名章，赵家自导自演退婚，将脏水泼给袁姐儿，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一朝一石三鸟，好一招阴狠毒辣的算计。姨娘，这件事除了你我，还有谁知道？姨娘放心，经手此事的都是小的死士，嘴巴比石头还硬，而且小的已经给了他们封口费，让他们连夜出京，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说得好，拿着这些钱，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暂时不要露面。等风头过去，我自会给你和你家人一个安稳富贵的前程。若是将这份证据立刻交给公爷，他定会拿着去面见圣上，还玉姐儿清白，让赵家和肃亲王颜面扫地。这把火足以将赵家和肃亲王都拖下水，但我必须死死按捺下去。把这东西收到箱底最深处，全当没有这回事。姨娘，咱们不交给公爷了？不交了。顶层的圈子已是是非之地，我又何必非要挤进去？我要为袁姐儿找一个真正可靠的夫婿，家世清白，远离政治，选品端方，没有婆媳之争，没有诡谲的朝堂风波。奴婢明白了，传话下去，利用咱们的人脉，给我默默筛选京中那些出身不高但颇有才学的年轻官员。林修边的人品倒是没得挑，听说他母亲久病在床，家中又不甚宽裕，他每日散职后哪里都不去，就急着赶回家，亲自为母亲熬药侍奉。极重孝道，衣不见代的伺候，骨子里的仁孝绝不是伪装的。我要你办一件事，不惜任何代价，不动任何声色，去给我查一个人，翰林院的编修，姓林。你将请吩咐。家世背景要查清他祖上3代是真正的书香门第，还是徒有虚名，家中可有恶亲。奴婢明白。还要扮作寻常妇人，去他家所在的巷模里，与街坊邻居闲谈，看他母子平日为人处事，设法通过外头的茶楼酒屋，听翰林院小员们的闲谈，看他究竟是真有才学，还是沽名钓誉。姨娘，
全查清楚了，这位林公子简直是天赐的良婿。林家祖上出过2任知州，家道中落，但家风清正，绝无劣迹。林边兴是家中独子，全靠母亲纺纱织布供他读书。他对母亲的孝顺，在整个街坊都传为美颤。才学如何？实打实的。翰林院长晏学士颇为赏识他，说他气识远大，非池中物，而且他生活简朴，唯一的爱好就是去书局淘旧书。他母亲呢？他母亲虽久病，却是个极明事理的老人家，与邻里和睦，从不因儿子做了官摆架子。娘打听到了，林边朽的母亲笃信佛教，每月初1、15必定去城外的潭柘寺上香。林边朽但凡休沐，必亲自搀扶母亲前往，从不假手于人。潭柘寺真是个好地方，既远离京城喧嚣，又合情合理。近来府里风波不断，你又受了委屈，我这心里总是不安。娘，我没事的。待到15，你随我一同去趟潭柘寺，为公爷和老太娘祈福，也为你自己求个平安顺累吧。去外面散散心。女儿听娘的。算准了时辰，应该就是这个时候。若出了岔子，袁姐儿的名声便再经不起半点损害了。小姐，小心！多谢公子。是在下冒犯了，小姐无碍便好。好个懂礼数的姑娘，是我们家昭儿唐突了。小女鲁莽，惊扰了老夫人和公子，还望海涵。夫人言重了，山路难行，还请慢走。娘，怎么了？那位林公子和他母亲看着都是很好的人。成了，这第一步我走成了。还是你炖的汤妥帖，坐吧，正好陪我说说话。老太君、公爷，妾今日来是有一事相求。为了袁姐儿的终身大事，妾斗胆相中了一户人家。是哪家的公子？快说来听听。林边锦。莲华，你是不是糊涂了？七品编修如何配得上我们鄱阳公府的小姐？这门亲事要是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莲华，我知道你为元儿的亲事操碎了心，但这林家门第确实太低了些。老太君、公爷息怒，请听妾一言。妾知道林家门第不高，与咱们府天差地别。若在往日，妾也绝不敢动这样的念头。可如今，此一时彼一时，赵家的事还历历在目。妾为袁姐儿择婿，不求她能攀龙附凤，为家族带来多大注意，妾只求她能嫁得一个安稳人家，夫妻和睦，一生顺遂。妾私下打探过，那林边启才学出众，为人至孝，品行端风，是京中有口皆碑的君子。袁姐儿嫁过去，能安安心心的过自己的日子。这安稳二字，在妾看来，比泼天的富贵更要紧。你说的对，与其让她嫁入是非窝，不如寻个安稳人家。这京中的风风雨雨，我也倦了。这件事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公爷，今日宫宴庆贺太后寿辰，肃亲王必定会借机发难。我晓得，无非是拿袁姐儿的婚事做文章，羞辱我治家不严，我忍着便是。公爷，今日您什么都不用忍。这一场终究还是来了。李大人，近日贵府千金大喜之事，本王也有所耳闻呐。这挑女婿可要擦亮眼睛啊，不能什么阿猫阿狗的都往上凑，丢了朝廷的体面。陛下，臣近日巡查京中风纪，于坊间听闻一桩奇谈，初以为是无稽之谈，未敢上报。但今日听肃亲王殿下提及朝廷体面4字，臣思虑再三，觉得此事或与体面有关，不敢隐瞒。娘，近来京中茶楼酒宿流传一则关于赵郎负心表妹断肠的无知编排的有鼻子有眼，于朝廷官员清誉大有损伤啊！大理寺会同督察院刑部3司会诊，给朕彻查此事，朕绝不姑息。臣等遵旨。宫宴上的事是妾做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妾派人打听赵家退婚的消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缝隙。我只是让玉翠他们留意着，顺着线头摸下去，总能摸到东西。查出赵公子与他表妹的丑事并不算难，难的是如何让这件事发挥最大的用处。所以那些流言是妾让人散播出去的，
茶楼的书人、酒宿的醉汉、勾栏瓦舍的姑娘们，这些地方人多嘴杂，消息传得最快，最不一查源头，它就成了真的。肃亲王必然会在宫宴上拿此事羞辱宫宴，彰显威风。他越是张扬，摔的就越惨了。莲花，这些年委屈你了，以后府内府外的事，我都会听你的。唉，外头那些长舌妇真是没半句好话，我们老夫人听了，气得好几日没睡好，直说这般污蔑我未来少奶奶的清誉，简直是丧尽天良。只是老夫人也担忧，这风口浪尖上若急着办喜事，怕是会委屈了我们小姐，享受金枝玉叶。亲事是板上钉钉的，只是这日子是不是缓一缓，等风头过去，再风风光光的迎娶。老夫人思虑周全，玉翠，替我送送妈妈。缓一缓便是犹豫，等风头过去便是观望。林家终究是怕了。玉翠，姨娘备一份薄礼，不必太贵重，选林老夫人爱吃的南方点心，再把我亲手绣的那幅松鹤延年屏风带上。备车，我要亲自去一趟林府。姨娘，与理不合啊！只有南方长辈都传出去又如何？外头传我的话还少吗？去备车。是。莲姨娘，外头的流言实在是，唉，我也是做母亲的，实是不愿孩子们受委屈。莲姨娘，你这是做什么？快快请起。老夫人，今日我不是以鄱阳公府姨娘的身份来的，我只是作为一个母亲，来为我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这一生都在泥泞里挣扎，手上或许沾满了泥污，可我拼尽全力，就是为了让我的元儿能干干净净站在阳光下。只有像林边树这般品性高洁的君子，才是我女儿的良配。若林家因我这个母亲心有戒心，不愿让她进门，莲花绝无半句怨言，更不会纠缠。我只求以后退了亲，还请老夫人看在一个母亲的份上，莫要再让外头的脏水泼到我那苦命的女儿身上。她这一生能平安喜乐，便是我最大的心愿了。我信你，一个能为女儿做到这个地步的母亲，教出的女儿定不会差。这门亲，我们林家认了。姨娘，林家派了族中长辈来商议婚期了，不仅没退亲，礼数还周全得很，这下可狠狠抽了那些想看笑话之人的脸。林母是明理之人。那个被柳氏买通散播流言的老嬷嬷已经招了。莲花，随我来。看看吧，这就是你做的好事。是他陷害我，是他迷惑了你，姑爷你被他骗了。我为你生下了嫡长子，你凭什么为了他这样对我？他毁了我生下的一切。够了，柳明威，看在明儿的份上，我留你正妻之位，但从今日起，你搬去佛堂，终生不得踏出一步。姨娘，您瞧瞧，厨房的王大厨竟敢用碎宴来糊弄您，我去找他对质，他还嘴硬说是您最近要清淡饮食，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真是欺人太甚。温和的手段，怀柔的安抚，对这些已经烂到根嗓里的奴才毫无用处。若不趁此机会连根拔起，以后必成大患。传我的话，将柳身中所有的一等管事、贴身嬷嬷、大丫鬟全部叫到前院跪着。是，奴婢这就去。名单上的人，凡是家生子，即刻遣散；凡是外面来的，即刻发回原籍。姨娘饶命啊！奴婢知错了。我们为公府效力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莲花姨娘，你不能这样，你这是赶尽杀绝，公爷和老君不会同意的。公爷和老太君早已将内宅之事全交由我处置，你们既然不认我这个主子，鄱阳公府自然也容不下你们这些二心的奴才。姨娘，这下府里总算清静了。我不要你的东西，是你害了我娘。在学堂里被人欺负了，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我娘不会被关起来，我也不会被人嘲笑。你觉得他们嘲笑你，是因为你母亲做错了事，还是因为你不够强大，让他们觉得可以肆意欺辱？莲姨娘，老太君请您过去一趟。有劳嬷嬷了。莲华，你进府多少年了？回老太君，快15年了。15。柳氏进门的时候，我以为她会是个好宗妇，可惜她出身太高，心也太高，眼里只有娘家，没有夫家。柳氏倒了之后，我看着你清洗内宅，遣散那些刁奴，手段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一丝后患。我那时就在想，你是个有魄力的。前几日明哥的事，我也都听说了，比许多自诩名门出身的女子都要强。
你不仅能长家，更能育人。我老了，精神头一天不如一天了。这个家早晚要交到能担事儿的人手里。昭儿是男人，主外，这内宅不能没有一个真正当家做主的人。老太君，孩子，以后这个家就全靠你了，别让我，也别让昭儿失望。娘，这些东西看得我头都大了。女儿只想学学插花，或是再练练琴，将来也好与夫君。夫君的宠爱是锦上添花，可这些才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你以为林家为何痛快地应下这门亲事？除了公府的门第，更是看重我们能给你的这份体面，而这份体面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去支撑。这是人情部，你嫁过去不是只对着你夫君一人，而是要面对他整个家族，整个交际圈。可林家家风清正，人口简单，想来不会有这许多麻烦事。傻孩子，人心是最难测的东西。你若只会吟诗作带，等年华老去，拿什么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你要知道自己手里有多少田产铺子，每年有多少进项，你要知道该提拔哪些人，防备哪些人，你更要知道如何让手里的银子生出更多的银子。只有把这些都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你的腰杆才能永远挺直，你的夫君才会敬你重你，你的孩子才能有依靠。这是娘这些年为你攒下的私产，它不入嫁妆的明账。这笔钱是你最后的退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动用，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你的夫君。娘，女儿都懂了，您放心，我绝不会让您失望。哎呦，莲华，你可真是大手笔，这料子怕是宫里的娘娘也用的。给元姐儿做嫁妆是不是太扎眼了些？毕竟是庶出，凡事还是要讲个规矩，免得落人口实说我们鄱阳公府嫡庶不分。是啊，三嫂说的是，我们倒不是心疼这点东西，主要是为了孩子好。嫁去林家那样的清流人家，太张扬了，反倒让婆家看清，以为咱们家的姑娘只会摆货。在我看来，这嫁妆非但不能减，反而还像薄了些。元姐儿虽是庶出，可她也是鄱阳公府的大小姐，她嫁出去，代表的不是我莲华一人，而是整个公府的脸面。莲华，这些年辛苦你了，有你在，我才能安心。能看着元姐儿平平安安的风光出嫁，一切都值了。等元姐儿出家后，你就搬来主院吧，那个院子早该有她真正的主人了。元姐儿，到了林家要孝敬公婆，你婆母是个节俭惯了的人，要与她争执，面上顺着她，私下里用自己的嫁妆补贴。人心都是肉长的，日子久了，她自然会知晓你的好。你夫君是个君子，却也有些文人脾性，不善俗物。家里的中费，你要慢慢抓在手里，不是为了争权，而是为了自己能站得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要一辈子记在心里。若是受了委屈，万不可自己，家里永远是你的靠山，只管派人回来说一声，娘给你做主。娘，您放心，女儿都记下了，女儿会过渡得很好，会像您一样，用自己的手，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红红火火。半生筹谋，终得圆满。可这喧嚣落幕之后，心却好像一下子空了。我想请你帮我看看。一个内宅妇人还是个姨娘，懂什么田庄铺子？公爷真是糊涂了，让他管管针线采买也就罢了，祖产是何等大事，岂能由他胡来？姨娘，这些都是近年天灾人祸、经营不易的账目，您慢慢看。各位管事辛苦了，下去歇息吧。诸位叔伯管事，这半月莲华细看了各处的账目，发现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二。账上说福元庄今年遭了蝗灾，只收了300丈粮食，可我亲自去看过，光是东边谷仓里的存粮便不止500丈，不知这多出来的200丈是从何而来？刘掌柜，城西绸缎铺的账上说为修缮屋顶支了80两银子，
可我问过对面的瓦匠，他说给您铺子换瓦，连工带料，您只给了他8两，不知这剩下的72两是修了哪里的金屋顶。三叔公，这份账目的亏空，不知您作何解释？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经营之道？三叔公说的对，妇道人家的确不懂什么经营大道理。莲华只知道，家里的米缸若是有了窟窿，光是抓住偷米的老鼠没用，得想办法把窟窿补上，再想办法多打些粮食回来，这日子才能过下去。堵是堵不住的，今日抓了王管事刘掌柜，明日还会有张管事李掌柜，人心不足，皆因力薄而规矩松散。与其费力抓贼，不如想想如何让田更多产，让铺子更赚钱，让替我们做事的人也能凭本事多得一份体面。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说出来请诸位叔伯和公爷参详。城南福元庄的土地贫瘠，种稻米收成有限，为什么不改种南边来的棉花或是金陵府的红薯？1亩的收成顶得上3亩稻的1分，庄子与佃户3-7分账。如此一来，他们种地便是为自己种，能不用心吗？掌柜的和伙计拿的是死月钱，卖多卖少一个样。若是将每月盈利的1成拿出来，按劳分给他们，简直是妇人之见，祖宗之法不可变。都住口！祖宗的规矩是让博阳公府开枝散叶，不是让你们抱着规矩把家业败光的。莲华说的法子，我听着很有道理。你想怎么做，放手去做。多谢公少信任，但莲华也知此事非同小可。若福元庄不能扭亏为盈，反亏听为赚，莲华便自请交出所有掌家之权，终生不再干涉府中任何庶务。收着几件换洗衣裳和常用物品，不必太多。明日一早就随我去福元庄。姨娘，您这是要去住下？不亲手把土地攥在手里，如何能让它长出金子来？哎呦，姨娘金尊玉贵的身子，怎能来这穷地方受苦？有什么事儿您再吩咐一声，老奴给您这妥妥帖帖的。从今日起，这庄子的地改种棉花和红薯，收成以后，主家与大家3-7分账。姨娘，您是好心，可咱们这地伺候了几辈子的稻米，万一这金贵的棉花红薯种不活，大家伙可就得喝西北风了。这祖宗的规矩还是别乱动的好啊。我知道大家不信，没关系，信不过我，总该信得过自己的眼睛和手里的银子。庄子东头最贫瘠的那块荒地，我亲自带人开垦，试种新作物。谁愿意来帮忙？按天结工钱，1天30文，绝不拖欠。我愿意去。好。这福元庄1年的纯收益是往年的3倍有余。各位叔伯，对这账目和这管理之法可还有异议？夫人当初立下的军令令，如今在宗族里都成了奇谈。那福元庄在您手里，不过1年便扭亏这第2年，直接成了所有林收益最丰厚的一处，可不是吗？我们将夫人的法子推行到所有铺面，如今这城西的绸缎铺也是红利翻番，简直是枯木逢春啊！夫人真乃神人，如今京城权贵圈流在传，咱们鄱阳宫娶的不是妾，是请回了一尊活财神。外头的闲话少听，诸位尽心办差，公府给户部的税银绝不能含糊，按线下的章程继续做，年底的封赏少不了你们的。是夫人。姨娘，大少爷求见，请他进来。姨娘，这是南边2个铺子的账，父亲让我学着看，可我有些地方看不明白，想请您指教。坐下说吧。你看这儿，货品的损耗不能只看表面的数字，遇到阴雨天，丝绸铺子的炭火钱会涨，若这一栏没动，那便是底下人在薪酬上做了手脚。多谢姨娘教诲，儿子受教了。你既是公府的嫡长子，这些本就是你该学的，将来这个家终究是要交到你手上的。母亲，儿子昨日温习功课，有几处不明，想去前院请教先生，特来向母亲辞行。去吧，如今天冷了，让你房里的小厮多变件披风，别着凉。多谢母亲记挂，儿子告退。夫人，您看大少爷如今对您可是打心眼里敬重了，府里的下人们也都看得真真的。如今您就是咱们鄱阳公府名副其实的女主人。朕听闻鄱阳公府名下的产业税收在短短2年内翻了近1倍，户部尚书可有此事？
回陛下，千真万确，出产的粮食与绸缎品质数量皆是上乘。好，鄱阳公治家有方，堪为百官楷模，家事国事一脉相通，能将自家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可见其心细如发，堪陈惶恐，叩谢陛下天恩。不像某些人，终日只知捕风捉影，攻者同僚，于国于民无半点益处。连夫人如今可是咱们公府的大功臣，那点石成金的手段，连皇上都夸呢。有莲华在，咱们李氏一族何愁不兴旺？碧华，你没错，但你向往的自由，在那个世道下太脆弱了。我放弃了小我的自由，却赢得了成为这巨大机器核心的权利。没有对错，只有选择。我不后悔。